整个大世界常委在往美国霸权的后退，而中国崛起的扩散，而且还有一个次要的因素是俄罗斯的复兴。我把去年称为乱局年，没人知道拜登不选了，也没人知道贺锦丽他一度冲击了 Trump 董王的选举啊，包括马斯克最后投奔了董王阵营。我的天啊，这太多我们意料之外的事。但今年我认为是个变，所以从乱到变。但今年的变呢，倒是印巴这个有一点出乎意料之外，就是他们竟然掐起来了。他们空战爆发了以后，一下子打下来这几架阵风的战机，大陆这边的互联网的舆论其实非常的热闹，不单单是说歼十 CE 它的战果，因为你要知道歼十 CE 在大陆目前的歼击机的这个系统里面，不要说前3吧，应该前5好像都已经排不上了。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其实台湾人现在最关注的议题，最近受到印巴很大的冲击。那印巴空战这件事啊，6-0嘛。那我们看到的是法国最新的号称世代半的顶尖战机啊，好，这个台湾呢叫做标风，对岸翻叫阵风，描写特别好，就跟一阵风似的就没了。其实老实讲，我觉得这次不能完全算法国佬的锅啦，印度佬自己要负责比较多啊。对，但我们看到的是印度拥有的战机都是台湾的同级版甚至升级版。比如说这次不给飞的 F-16，因为美国是按下两边不准给 F-16。那法国的标风或阵风呢，它事实上是比我们的幻象两千更先进的一代。那另外呢，就当然台湾面对大陆这边的战机呢，主要就是歼十 C 嘛，巴基斯坦啊，这个大陆俗称巴铁啊，巴铁用的是歼十 C1，就是 Expert， 就是出口型。那我想问萧哥是说，你怎么观察这一次啊，在大陆舆情上面呢，看这个印巴空战啊，它是怎么去反应？而且这个有没有去从这个视角去观察到两岸的一些问题，或者是中美之间的问题？其实这一次，尤其是他们这个空战爆发了以后，一下子打下来这几架阵风的战机以后，大陆这边的整个互联网的舆论其实非常的热闹。为什么呢？因为之前呢，其实你说这个武器啊，谁先进谁不先进，一直在对数据，你武器到底实用性怎么样啊？是不是像你说的这么好用？还是说你只是说往上堆数据？你有没有训练？你的训练的水平到底怎么样？哎，这一次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一下一溜溜，哎，发现溜得还挺好。然后法国那边都懵了，就这几天那个军工股还搁这涨呢。然后这昨天还是前天，不是印巴已经宣布停火了吗？结果今天又打了。今天一打了之后呢，这个军工股还搁这涨。然后呢，我就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有这么样一个事儿，就是说台湾这边隔3差5就会有一些军购案。由于这个大陆这边从来就没有一个实际的作战效果，而美国天天打嘛，美国反正这边打完了打那边，那边打完了炸这边，他不用地面部队他就用轰炸，不用轰炸嘛他就出点舰艇。反正总是美国基本上没有什么和平的时代，所以说这一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了之后，哎，我就挺好奇，我就说，那台湾这边怎么样探讨这个问题，或者说甚至有没有在这个立法机构里面，大家有没有聊一下这样的事情？我想这个分几个层次了哦，就是说，大陆这边当然是舆论沸腾嘛，因为终于证实了自己的军武是可以实战的。这一点跟我们之前有一次，当然这个实在是很瞎啊，我们拿雄三飞来打小渔船，这事情当时台湾人也沸腾了一波，哇，小渔船都打得到啊，这厉害啊！这个虽然那个误触实在是简直莫名其妙，还打死了一个船长啊，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就提到雄三无敌论嘛。那就说中国的这个军事工业啊，当然他们喜欢用中国了，中国军事工业啊都造假的啊，这个数据都灌水的啊，哎呀，习近平就没有一个真实的一个数据啊，等等的，反正他们就喜欢讲这种话。但是这种自嗨没有什么是一颗雄三解决不了，后来也变成网络上的迷因反而被人家人拿来呢这个算调侃就是所谓的雄壮威武的这个国军嘛但是这一次我觉得最大的冲击点在于说绿营集体晋升了，因为你刚才提到一个很重要，就是说非绿营的部分，尤其蓝营的部分，对于对岸的军事的成长是相当正视的，可是绿营的名嘴向来对这些事情他就是非常的鄙视蔑视。但是呢这一次就不一样了，这一次我看到其中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相信在大陆的互联网上有一个这个名嘴，在台湾名嘴是很有名，叫黄志贤，他们有一个小弟弟不姓黄他叫做苏子云，那是搞军事研究所的那他们家这个他的有另外一个弟弟就是台南市长黄伟哲嘛，所以他在绿营算是相当有位置结果他竟然说这个 IDF 跟幻象两千恐怕难以应对歼十 C 但是呢F-16V 升级之后是可以的。哎，这种论调我从来没有看过，这绿营御用学者
你想他的哥哥是民进党的台南市的市长啊，这位置很大了啊。那结果呢？他的弟弟这样发这话，而且这样的一个说法是发在绿媒上面的，这个我就很惊讶。所以代表说啊，刚才其实萧哥提到一个重点嘛，就这一次台湾人怎么看这件事？我认为啊，各大论坛啊，我的观察相对来讲都是非常的我认为是戒慎的。我就说，看到这事情是相对是 serious， 就是比较严肃一点。那绿营这边呢，还呈现一种分裂状态。有一些人呢，像这个书信研究员呢，他就已经比较的去正视这个问题，但也有一些网络的名嘴啊，这个偏绿的台派的啊，就我们大家知道台派就是跟台独这个密切有关系嘛，比较本土这种偏绿的社团的，他们还说，没有，这次打架的，我还看到一个最荒唐言论，是 F16 打下来的啦，那 F16 不给，非是打个什么打，这是简直啊，所以这个他是有这种分裂哦。但是我想知道的是，从萧哥的观察角度是这件事情对于大陆的整个舆论啊，或者是说在底气方面。尤其大家也知道，中美现在正在谈嘛，那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这个舆论上的底气的增加？基本上是比较兴奋的，整个大陆上面的舆论，不单单是说这个歼十 CE 它的这一次的战果，因为你要知道歼十 CE 在大陆目前的这个歼击机的这个系统里面，它都就连前不要说。前3吧，应该前5好像都已经排不上了。之前在那个珠海航展上面有一次，大家去看到那个歼十的时候下雨，结果他连自己的一个棚子都没有，他是拿一个塑料布给盖上的，就是说，就是在那个早已是牛夫人。就是说你如果说你只是能研究什么 F16能不能对到这个歼十 C 或者这样的情况的话，那你要知道大陆这个整个体系里面。比歼十强的武器实在是多太多了，而且这一次还有另外一个事情，对法国人说，这个不是说我们这个战机不行，是印度的这个飞行员不行。但是其实我跟大家再讲一下，就是说它不单单是说飞行员的问题或者训练的问题，印度有一个最大的情况是这样的，印度呢，我们管它的这个军事的装备的体系叫做万国牌。万国牌什么意思？就是印度它一直以来标榜自己是叫做有独立的外交。我们一直说这个全世界有3个半那个独立的那个国家，就中美俄加上印，我管它叫半个独立的国家。为什么？印度确实它在外交上面它是独立的，没有什么外力能够去把它当作傀儡去进行操控。但是印度的外交思想，由于长期的殖民地的这样的一个你说情节也好，影响也好，熏陶也好，印度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来表现自己独立的方式，我觉得不太健康，就心理不太健康。他表现自己独立的方式是要去追求其他大国的认可。所以我们经常会我们跳出这个军事这一块，你如果去回想一下，一般我们去看一些国际论坛，印度总是会去提到，就是希望加入对这个论坛的演讲嘉宾，希望他们来评价和赞美一下印度。对，确实。比如我就清晰的记得有一次，之前是这个 Jeffrey Sachs 和 Mearsheimer 这2个是美国的国际关系学者，他们之间在聊的那一次的论坛，他们今天应该是在聊美国的问题。结果呢，在场有3个另外的相当于主持人嘉宾，其中一个是属于美籍印度裔的人，他就来问他们，就是说，因为他们提到了中国崛起的这个事情，他们就问，那你说现在这个美国跟中国这个关系不好大量的这个美国的产业都往印度转移，那你说我们印度是不是未来就能够超过这个中国？就是莫名其妙的，他就是印度人很容易就会在话题上把其他国家的问题给转到印度上面去，然后希望借此来强调印度在国际上面的重要性。就是印度非常在意别人的看法，这个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印度通过什么来展示自己？我高超的独立外交的技巧，就是通过跟别人做生意。我怎么样展现我跟美国的关系好就是我买一点美国武器。我怎么展示我跟欧洲的关系好？我买一点欧洲武器。我怎么展示我跟俄罗斯关系好？我买一点俄罗斯武器。所以结果导致呢，他的武器万国牌。然后呢，我们再说印度国内的一个问题，印度
你有没有发现，在很多这个叫做去殖民化以后独立的国家，其实都有一个危险，就是他们有军事政变的危险。其实这一次你看印巴冲突，巴基斯坦历史上有好几次军事政变，对不对？像一个叶海亚汗呐，然后什么这个穆沙拉夫啊，等等等等，他们有大量的军事政变，甚至其中有一次军事政变直接导致了这个东巴基斯坦，也就是今天的孟加拉的那个独立，等等等等这样的问题。所以说，你就如果说单独进行比较的话，印度的政治相比于这些国家，它还做得不错，它是比较稳定的，它没有发生过军事政变。对，毕竟是最大的民主国家。对，他们也一直标榜自己这个嘛，所以呢，印度呢，它在它整个建国的过程中，它对于它的叫做军事制度或军事指挥体系的制度的建设，它的思维一直是如何用官僚体系牢牢地控制住武官体系，这是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在那个深化去做的一个事情。但是这一次啊，就是说之前他们做的体系叫什么？叫做我如何用文官体系来压武官体系，这个事情其实在基本上现代国家我们都已经这个实现了这样的事情了。不然你看美国的国防部长他也是文官，然后什么欧洲的这个国防部长也基本上都是文官，然后中国大陆我们国防部长，但是呢国防部长呢他虽然是穿军装的，可是大陆的那个军事指挥体系是中央军委，国防部主要是承担一个叫做军事外交部的一个职能，所以说它并不是像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这种国防机关的那个工作是不一样的。OK， 那么这一次莫迪他有一个什么区别？他的人民党上台以后，他进行了一次军事改革，他的这个军事改革叫做他把政治博弈的手深入到军队里面去了。就是以前军队呢，它属于是按照阶梯队进行提拔的，就是1号位是那个3军参谋长，等到3军参谋长退休了，我2号位的那个人递补上来。但是莫迪2016年的时候把排在第3位的参谋长给提到了第1位，相当于是他跨级提了一个，这相当于是他把人民党之前印度长期执政的是国大党，然后是这个社会党是这2个党。然而莫迪这一次他的人民党印度人民党上来以后，他的这种政治斗争的手伸到了部队，然后呢相当于这一次他2016年以后的这个参谋总长的角色相当于是有政治任命和这种一个政治的赋能。而这个人上来以后投桃报李，2016年2019年2次袭击了巴基斯坦，而且都吃到甜头了。所以说我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就是说这是印度，我们可以从印度的国际和国内它的2个块来看到印度的一个问题。那么它这些国内和国际的问题叠加了之后，就会导致它的指挥系统，你看印度好像是一个从1950年独立到今天也是一个快70-80年的一个国家了，但是它今天的这个武官指挥体系相对来说比较新，磨合的程度相对来说比较差。你不能直接用前面几十年去想象今天莫迪的武官指挥体系。莫迪的武官指挥体系完全是不是围绕在印度的国防政策上面建立的，它完全是围绕着人民党如何执政和军事行动如何能够给我人民党带来支持率和选票来建设的。所以你看他之前跟那个大陆在洞朗或者说这个边境危机，他也是这么干的。当时大陆这个部队往上调的时候，然后他一下子他就退缩了。他之前跟大陆刚得很猛，结果那个大陆的部队往上一调的时候，他就我不干了。但是呢，怎么着，我的选票啊，我的支持率已经吃到了。而且他对于国内的整个媒体的把控非常的强。你看，哪怕到今天现在这一刻，印度国内的媒体还在宣传印度已经打赢了，所以他对于媒体的掌控非常强。他的媒体、军队，然后呢，他的外交完全都是在为人民党如何继续保持执政在服务的，这是他的一个情况。所以呢，你说这次打的为什么差？我就说他国防指挥体系有他的问题，不是那种能够硬碰硬的指挥体系。你真遇到那种硬茬，容易踢到铁板上，脚就会踢瘸了。然后第二就是他的这种万国牌，导致他其实相当于是他在用21世纪的武器打第2次世界大战型的战争。为什么？他的预警机没有办法直接把那个信息反映到他的战斗机上面。阵风现在是用印度目前的预警机，阵风是得不到信息的。
阵风只能够得到什么？阵风只能得到音频信息，这你是什么？大概在什么什么方位？什么你几点钟方向？大概有多远？是什么？然后让你去进行狗斗。问题是今天的这种现代战争是不进行狗斗的，没错。今天的空战是你看不到对手，战斗就已经结束了。所以说，印度这一次，你说它完全是这个法国的战机的问题吗？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如果说这一次打下来的呢，不是印度方面驾驶的阵风，有可能呢，这个戏可能会更好看。但是呢，不妨碍这一次已经出现了实战结果，而这个实战结果呢，就是非常的好。而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问题是什么？我们在巴基斯坦的这个角度来看一下，巴基斯坦相对来印度来说就是一个弱国，这是毋庸置疑的。你如果跟它对比整体国力的话，巴基斯坦就是一个相对落后和弱小的国家。不管是你从数量上来看，比如说军队的人数、坦克的数量、各种各样武器装备的数量，它其实相对印度来说是一个弱国。然后我们再看经济数据，巴基斯坦的经济数据是不好看的。印度是属于就说 GDP 的这个发展，它是属于至少是正向的，就是印度它是不断的还在创造经济生产的，而巴基斯坦有大量的经济问题。我们管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叫做失败国家边缘，就是它如果一个不小心，它很有可能落入失败国家。这种国家，比如说你像之前那个孟加拉，之前那个斯里兰卡，比如国家破产，埃及，对，一个不小心你是有可能掉到这个失败国家的这个行列里面中的。然后巴基斯坦国内政治分裂程度是很高的，对吧？它家族政治，虽然说印度也有家族政治，但是呢，巴基斯坦的家族政治是非常非常明确的。然后呢，今天我们对比印度是人民党，虽然说它这一次第3次选举选的不是非常漂亮，但是这一次人民党依旧是绝对执政。但是目前巴基斯坦的政治局面是为了保证伊姆兰汗被排除在权力结构之外，所以之前不对付的3个派系被迫团结，一个是谢里夫家族，就是目前那个总理，然后另外一个是布托和那个卡尔扎里家族。布托和卡尔扎里家族，布托家族是之前跟谢里夫家族是属于长时间的竞争对手，卡尔扎里家族是布托家族之前的那个家主，当家的那个前巴基斯坦总理是一位女士，然后呢，她跟卡尔扎里家族的这个掌门人结婚了，所以卡尔扎里家族今天是总统，而谢里夫家族是总理，然后第3方是军方，这3方团结在一起，保证伊姆兰汗没有办法返回巴基斯坦政坛。所以说，他在中央政府层面来说，他的统一程度相对于印度来说没有那么高。没错。然后呢，在地方上面，这一次是事件的起因是在克什米尔，然后呢，是一个巴基斯坦国内的极端组织杀了一些这个印度的这个游客也好，或者他们宣称是游客，或是非伊斯兰教徒，他们的说法，对，非伊斯兰教徒，对，20几个。但是巴基斯坦，其实我认为巴基斯坦很冤枉。巴基斯坦除了那几个好的地方，分裂势力和分离势力，还有这个极端势力非常多。没错，我们那个中国也是受害者，对啊，中国大陆也受害，大陆人长期受害者，就是我们这个互联网上也有，就是说这成天说什么巴铁，怎么这个大陆人一到这个巴基斯坦总是容易被绑架，或者总是容易被受到恐怖袭击。没办法，人家那些极端势力和分裂势力就是为了反巴基斯坦的中央政府，对，所以才这么干的。但是你看，印度相对于巴基斯坦政治稳定，看数字很高，结果呢，巴基斯坦就是因为它有得到来自中国大陆非常完整的武器体系和非常统一的这个武器装备，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完整的体系化训练，对，一出手赢得漂亮，打赢了。对吧？赢得漂亮，还怕打太狠，没办法收拾啊。对，这个我做几个补充，因为台湾的观众可能对于就是刚才肖哥如数家珍的这一些事情呢，可能比较陌生啊。台湾因为其实不太关注国际的部分，所以我觉得今天跟肖哥做这个也是做这一集很大的程度，我也是想要跟台湾观众借这个机会稍微科普一下我们的邻居到底在忙什么啊。就是台湾不能独立于世界之外啊，所以快了。我常常想台独有2种独啊，一种叫台湾独裁啊，另外一种叫做疑似独立。台湾呢，只要全世界都忘了你就独立了啊！这民进党现在这想象力很丰富嘛，这些青鸟每天咕咕叫啊，也没有什么一个正经事在干。但是我稍微补充几个这个点啊，刚才提到这个伊姆兰汗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他其实推动了
巴基斯坦常年的一个政治沉疴。巴基斯坦政治沉疴是什么呢？就是它从开国开始啊，它第一个资源相对不平衡，这就是跟巴基斯坦地理环境有关系。因为巴基斯坦在处于干旱跟半干旱之间，但它有一条母亲河，就是印度河。对，印度河在巴基斯坦，印度河的上游在印度，这个是世界上这个很复杂的地理。那进入干旱或半干旱地区的河流有什么问题呢？就它进入中下游之后，它基本上不太会得到水源的补充，它要依靠上游的，不管是迎风坡或者是雪山的融雪。那恰好它有一个世界上最宏伟的山脉，就是喜马拉雅山，所以这里的融雪呢，分成了6大支流，就进入到汇集到印度河。那这6大支流呢，有3条在印度来控制，3条巴基斯坦控制。但水源配比的话，我记得没错，这是60几比30几吧，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比例。那所以这次也是水源之争，大家知道吗？这个是立国生存之争。那所以这个是巴基斯坦第一个生存面的一个问题。那另外一个沉疴是什么？是人文问题。就刚才肖哥提到的几个问题嘛。为什么是大家族执政？因为不管是印度或者是巴基斯坦啊，大家了解到他们的社会啊，都处在一个半工业化或者是半现代化社会。你说它现代化吗？它也确实现代化的一部分。你说完全现代化，它又没完全现代化。对，该现代化呢？你说那些什么车子、飞机、这个火车，该有的也都有，高楼大厦也都有。但是呢，你一跟那个人一交流啊，那个思想又有点没有进入现代化，就是半只脚在现代化，半只脚又没在现代化。这当然跟这个印度、巴基斯坦就长期过去都是英属印度殖民地嘛。但是不管怎么样呢，这个大家看印巴有个东西你不要忘记，虽然他们人种语言可能都有一些分歧不一样，但大体来说是有共同的历史文化背景的，这一点大家注意。第二个，这2个国家都不是所谓的极端宗教国家，虽然他们的政治人物很喜欢表演的自己非常的神权，印度教但他事实上他是个世俗，极其喜欢带着大家做瑜伽。对，但事实上是个世俗的家伙，他捞了可多了，对吧？那巴基斯坦也是一个样子，家族政治。半部落化的社会，还有什么？还有种姓制度啊，这个大家就不太清楚了。孟加拉跟巴基斯坦是全世界上伊斯兰教世界里面唯一2有种姓制度的国家，但它的种姓制度不像印度教那么强烈，但是基本上有类似的状况啊，这个很复杂。挖个坑啊，有机会再找肖哥来跟我们分享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很复杂，所以它这个家族统治的问题很严重。第3个问题就是这2个问题的交错结果，就是它的资源非常集中在几个重要的核心区域，最有名的就是旁遮普邦。那这个旁遮普邦又好玩了，这旁遮普邦有1半的人啊在印度啊，1半的人在巴基斯坦啊。那这讲了一模一样的语言，长得一模一样，只不过一边信伊斯兰教，一边是印度教这个，所以他们又很难割舍。那再来这2个国家的地缘政治又很怪。他们都喜欢天子守国门，大家知道吗？就新德里距离巴基斯坦边境100多公里，伊斯兰马巴德更过分距离边境不到这个几十公里而已，这个距离啊，所以基本上2边也没在演的，就是你要毁灭就毁灭吧，上帝就毁灭，所以他们也不会互相毁灭，所以这只能打有限度战争。可是就回应到刚才肖哥所说的，我也就要解答这个伊姆兰汗是什么东西。伊姆兰汗是印巴的一个相当于板球界的Michael Jordan、LeBron James 这样的概念啊。那他回到了，他在印度非常红，他在巴基斯坦也非常红，因为印巴这个受英国统治，喜欢打板球，他们自成一个杯赛。对，这伊姆兰汗所带起来的是另外一种草根社群，回忆于传统部落政治之外的一种力量。所以他就会破坏现有的巴基斯坦的政治家族的平衡。所以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当我没办法处理新兴势力的时候怎么办呢？那我们传统的结构呢，全部团结起来对付他。那这就导致了巴基斯坦非常分裂的内部政治问题。再来呢，就是核心区域相对好，边缘区域放生没人管。对，最有名就刚才肖哥说到的，这个中国大陆的人员常常被袭击，甚至不小心就记了。为什么呢？就是这个邻近伊朗地区，这里的人种显著跟巴基斯坦跟印度是不一样的。巴基斯坦、印度比路之人，它是属于泛波斯族群，或者说我们说泛伊朗人群它是属于波斯系统的，而这个巴基斯坦这边它还整体来讲还是比较属于所谓的印地语系统它比较有一个语言之间上还文化之间上比较共通所以这就是整个开战前这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巴基斯坦我们可以用4个字形容叫做呢千疮百孔，但是呢又不到要倒塌的巨幕，所以这个里面的这个对战其实是一个不平衡战争，而这个不平衡战争却因为刚才肖哥说到的中国醍醐灌顶了一下，而且是体系化的。我去查了一个数据近5年巴基斯坦投资于军事额的购买，就是外购军事里面80几%是购买自中国大陆，所以他相当是买了一个系统。而刚才最大的问题是印度不是系统，他还在暴训。那这里我们就借此引入下一个比较深度的一个话题其实这场战争的背后它有很强的地缘政治的格局。我们传统关注的世界3大火药库，东亚
有2颗，一个是朝鲜半岛，一个是台海。那这个欧洲呢，就是巴尔干。事实上，俄乌就是巴尔干的一个延伸啊。对，就俄罗斯不行了嘛，只有从巴尔干核心区退到科尔巴千山外嘛，这很可怜啊。那另外一个就是中东嘛。可是其实第4火药库如果在亚洲啊，就是南亚这个印巴。那当然我认为还有第5火药库，第5火药库就是非洲刚果嘛。这个大概就这几个大家去观察一下。那事实上呢，这就有意思了，3大火药库爆了2个，第3个现在要爆不爆？结果第4火药库先爆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它其实对地缘政治有很大影响，因为印度过去被认为你刚才讲的，我就要延伸你刚才话题，3.5个独立自主，可是印度今天受到这样的一个状况。这某种程度，如果从更宏观的全球史的一个格局脉络、地缘政治脉络来看的话，事实上它是一次中国崛起外溢某种程度上的展现。它不能说是代理人战争，因为有人说巴基斯坦不算代理人，没代理。对，这一次其实为什么我会从台海切过来这边？它还是呈现一个中国在崛起的一个某种程度的另外一种展现，而它这一次的方向是往南。过去中国对印度是非常克制的。可是我克制，那你的邻居不见得克制啊，我克制不见得巴铁要克制啊，这有点意思。所以虽然巴铁是被印度袭击啦，但是我想要问说，从这个格局上你看到了什么？印度这块呢，之前他给自己谋取国际利益的方法，前几年从特朗普上来以后，他给自己谋取国际利益的方法就是跟大陆或者说跟北京不对付。中印之间的关系其实非常非常的尴尬的。但是我要再提醒各位，在特朗普上来之前，中印关系没有那么尴尬。大家可以回忆一下雷军在印度他最经典的那一段 Are you okay? Are you okay? 那一段就是他在印度，当时印度是小米非常大的市场。当年所谓的中国品牌出海目的地之一就是印度，因为那个时候就连大陆的这些企业家也都是相信印度崛起。印度首先人口多，而且年轻人口多，人口的成长率非常高。第二，劳动力非常庞大。第三，14亿人口，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市场。然后呢，第四，高等教育水平。就是虽然说呢，印度的这个等级划分非常的森严，但是印度的高等教育水平又是不赖的。印度能培养大量非常优秀的工程师，所以呢，大家都认为，印度应该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市场。那个时候，中国大陆的企业大量的往印度去搬，就是希望直接在你这边生产，直接在你这边销售，成为我全球仅次于中美之外的最大的市场之一。但是你看这几年，没有人聊什么前往印度了。首先，印度都不发签证，现在印度不发签证，就中国在印度的留学生都没有多少了。基本上是，如果你去印度留学，那你就在那边待住，你只要是一回国，基本上你就别想再去印度了，是这么一个情况。这是它印度的这么一个情况。第二，对于企业来说，印度的问题就是关门，叫做过河拆桥，就是你把钱投资进来了，你把技术带来了，你把产线给建好了，他咔给你开始调查你完了，把你的股份基本上给逼出去，这些东西就归他了。大家是现在在那个大陆的这种叫做投资界或者产业界有这么一句话嘛，就是印度赚钱印度花，一分别想带回家，就这么一个情况。OK， 那么印度在2016年以前中印关系是挺好的，虽然说他跟这个奥巴马呢也是眉来眼去，但是呢这个中印之间没有大动干戈。特朗普上来以后，印度开始想要展现一下自己，叫做印度的这个外交叫我们希望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结果呢，就是开始跟这个中国大陆经济上也不对付，民间交流也不对付，然后呢，甚至搞这种边境上面的这种武装摩擦啊，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接踵而来。这个是印度这边的一个问题。而此前为什么这么多欧美国家愿意投资印度？他们看重的是，他们认为他们也被印度给忽悠瘸了。因为今天印度不单单在印度的印度人很会宣传自己，在欧美的印度人也很会宣传自己。你看这个印度裔这个你看在英国也做到了首相，在这个爱尔兰也做到了总理。你想一想，如果说美国有一个组织
最能够代表美国红脖子文化，那应该是什么组织？全国步枪协会。对NRA 的老板现在居然是印度裔啊！真的吗？我真没注意到。我那天看到我都笑死了。我说印度人真的牛啊！我就认为这个组织，我认为仅次于3K 党的白人至上主义了吧？怎么印度人都能在这种组织里面混到高层？我这太牛逼了！而且印度有个特色哦，他们在国内坑自己人是坑的是非常凶的，但他们出了国之后，他们很团结。所以其实这里面我们观察到印度一个特质就在于说，他的一个本位主义非常强烈，而这个非常强烈本位主义呢，也形塑他所谓的0.5个独立自主。虽然他的独立自主是有点精神上的病态啊，就是说我要得到大国认同，可是这个点呢，就让他对中国的崛起啊，非常非常的敌视，这一点很重要。敌视中国崛起或者打压中国崛起是证明印度崛起最好的方法。从这个角度来观察，我就会觉得说，这一次的巴基斯坦打败了印度啊，其实它很大程度是挫败了印度的一种精神胜利法。因为大家知道银血有很多种，日耳曼银血是一种，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印度银血，我们把它称为咖喱银血，也是另外一种。虽然巴基斯坦也有这种问题啊，不过巴基斯坦目前病况没那么严重啊，印度是非常严重啊。巴基斯坦没那么严重，巴基斯坦自己的问题太多了，他没有时间赢。对，而且印度有个最大关键，刚才肖哥讲到说控制舆论真的很狠啊，他要求推特要封账号，还要求 YouTube 要下架巴基斯坦的频道，到最后大家国际大公司也不敢得罪印度的做法就是印度区禁止使用，其他都可以使用。反正你关起门来赢，你有14亿的可以赢，你也赢不完了。这实在是一个很搞笑的事情。印度这块我觉得他现在呢，这个牛吹破了。就之后呢，欧美是否愿意继续投资印度去制衡中国？这里我们打一个问号。哦，这个问题很重要，对吧？因为我们回忆一下拜登那4年，不单单是增强北约，然后呢，也不单单是增强叫做日韩同盟，他另外的干的一个事情就是把印度和澳大利亚拉起来，不是做了一个那个 Quad 4，也那个其实也是用来这个围堵中国大陆的嘛，是吧？现在印度是否还有这样的这个地位，或者说对吧？因为吹牛的时候大家都能吹，但一旦你露馅了那这下面大家还带不带你玩？那这个就其实我想这是很重要，因为这一年度我把去年称为乱局年乱局，因为去年是我们太多黑天鹅，我们无法预测，没人知道这个拜登不选了嘛，也没人知道说这个 Harris 就是哈里斯或者说贺锦丽，他一度冲击了这个 Trump 董王的选举川普的选举，那也没人知道说去年会发生这么多很难预测的一些事情，包括马斯克最后投奔了董王阵营，我的天啊，这太多我们意料之外的事。但今年我认为是个变，所以从乱到变，但今年的变呢，倒是印巴这个有一点出乎意料之外，就是他们竟然掐起来了。那但这个掐起来，它其实并没有脱离现在整个大世界的常轨，也就是整个大世界常轨在往哪里推呢？在往美国霸权的后退，而中国崛起的扩散，这两件事情在往前推。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次要的因素是俄罗斯的复兴这个是大家比较少讨论的。我觉得2025真的是个转折点，因为好多事情好像在之前乱七八糟之后，到2025有一个变化，这些变化收在这里之后就转换出去了。那对中国来讲整个这个疆域，我们就把视角拉回到中国大陆这件事中国大陆我自己个人的看法是，它分成3个边疆：北部边疆南部边疆、海上边疆，所以我们称为北边、南边、海边。北部边疆过去是苏联势力范围，就是俄罗斯范围。你看，从东起这个朝鲜、俄罗斯然后这个蒙古然后再到了这个中亚的国家中亚5国5个斯坦，然后呢到了这个南边的，从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然后尼泊尔、不丹然后呢到了这个东南亚这些国家包括缅甸然后再到了这个老挝台湾叫辽国到越南这边呢这个边疆那最重要是海上边疆。那海上边疆最大的麻烦就是台湾问题嘛，还有日本这个也有一部分韩国我觉得还好啦因为韩国最近快变天了。那所以呢还有一个菲律宾整天搞事对不对？这个小家伙，那这个台湾人讲这个菲律宾小家伙怪怪的不管怎么样糟糕了，我说王骁荼毒太深了好了，总之呢就是我称之为北边、南边、海边。北边的问题是无险可守，而且压力甚大，因为过去这个国家太强大，苏联这个是非常恐怖的国家。对。南部边疆没有太强的强国，基本上都强的就2个，一个是印度，一个是越南，都跟中国打过仗基本都被压过了。但是印度是一直最难搞的
那南部边有一个好处是它有天然屏障，因为它这个山啊什么的山河阻隔，它比较完整，形式上完整。对中国来讲是海部边疆出的，但是呢，北部边疆现在因为俄国跟中国的关系拉得非常的近，所以基本上是稳定很多，包括中吉乌铁路都开建了嘛。南部边疆最大的变数，越南其实成不了什么气候，但是印度是一个大麻烦，而这一次就是让南部边疆更加吃定心丸。印度短时间内绝对不会找中国麻烦，我不认为他有这个余力，也就这个时间哈，再怎么赢也得下面人民党内部肯定是自己要解决一下权力的这个焦虑了，已经没有时间找这个大陆了。对，就没有时间找中国大陆麻烦了。所以其实问题又回到我们一开始讨论，大家有没有又回到了台海问题上？但台海问题现在正好就是中美的博弈的，虽然川普是对台湾是相对边缘化，但是从整个华府的政治格局来说，台湾问题是不可能不拿来谈，或者是拿来做点什么这个做法。对，因为他说到底，台湾问题依旧是从这个华盛顿角度来说的话，他们依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你说筹码也好，你说棋子也好。因为如果说我没有记错的话，台湾派出去的游说集团在华府登记的那个外国代理人中，应该是仅次于以色列。如果说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属于反正排第2或者排第3，是这么一个，所以境外代理人的那个利益集团，就是那个 lobby， 它应该是排位很靠前的，而且尤其是民主党的那个高层应该都拿了不少的好处，所以他不会轻易的放过。而且从特朗普的角度上面来讲，台湾问题为什么他把它比较边缘化，是因为他没有从这里面捞到好处。这个其实跟他的很多其他外交活动是非常像的，比如说他在北约里面捞不到钱，所以他是反北约的嘛，然后等等等等，其实他的人物特色是挺鲜明的。反正他自己可以卖川普币嘛，这个捞得盆满钵满。哥们儿来挣钱的。不过我觉得为什么我把这个事情牵回来，是因为印巴问题对台湾人来讲是更有既视感的。就像韩国一出事，台湾人就震动了。比如说韩国已经2次救了我们了吧？一次呢是这个戒严的，帮我们先宣布了吧？这实在啊。这个实在这个让大家这就蛮震惊的嘛。但所以老实讲，我自己有看这个事情是说，看起来中国大陆来处理，就大陆这边来处理台湾问题，或者是整个形势是急剧的体现当中，因为北边问题安下来了嘛，那中亚有序推进，中亚问题其实讲白就是莫斯科问题嘛，莫斯科搞定了，就哥们的嘛。那就因为我觉得莫斯科有一个点是讲白了，普丁也慢慢看清一个形势，而且普丁不是一个纯粹的民族主义者，他是很国际政治现实主义者，他也清醒了，因为过去他说真的受到西方的影响比较深，所以他有一点彼得大帝的那种性格在，希望西化，希望跟欧洲很好，但他也发现他的欧洲好朋友梅克尔不干，所以这事情我觉得莫斯科是看得很清楚的了。那所以大家还记得吗？川普要上来的时候，有很多的吹美俄联手压制中国的论点的人，现在各个啪啪啪打脸啊！我看连总都跟猪头山一样。我找预言的就是说，我相信肖哥也是跟我一样的看法，不可能，因为中俄现在利益是切不开。只有一个事情，就是俄国要认清一个现实，他不能再像过去这样把他所有周边国家的压制的实施，他必须接受他有一个强邻，甚至比他还要强的中国的存在。当莫斯科调整了这个概念的时候，他会过得很舒服。就你必须共享一些你的周边国家，虽然是你的渔夫，因为俄国它的山川地理形势就是它没有什么天然边界可守。尤其你看这个，为什么他对中亚特别的在乎？因为中亚讲白了是俄罗斯人心里面最痛苦的那一块。当年蒙古人从哪打来？就从这打来的，金帐汗国就从这跑来的，对不对？长子牺牲争哪里？长子牺牲就打这里啊，这一路打下。所以跟俄罗斯人是有历史情节，他很痛苦啊。但是我必须控制好，所以他对中亚那种扼控、那种强力的手段，大家如果去翻苏联历史，你就知道了。就从俄罗斯帝国到苏联，当然对中亚地方的控制是非常严密的。但是呢，当你认清了一个事实是中国人不是弱者，你必须共享中亚兄弟，那你就大家都当好兄弟，就算当宝兄弟也无所谓啊，对不对？重点是什么？重点大家过体面就好了。所以我觉得这一点，等一下北边，那就刚我们谈的印巴最难搞的印度，现在巴铁小兄弟就搞死他了啊！这个舒服啊，是舒服啊。那再来呢？其实东南亚也有一个变化，就是柬埔寨变柬铁兄弟。我想这个肖哥之前也有这个多少谈到，因为柬埔寨现代的位阶跟巴基斯坦是一样的，但这2根钉子就插在了中国的南部边疆上，一根钉子插在了这个刚好，我觉得巴铁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它刚好插在南亚跟西亚的这个中间点，柬埔寨刚好插在中南半岛的核心区域。
它又扼控了整个所谓的南洋群岛这个地方，所以它有一个很大的象征。但对，所以越南现在也乖了很多嘛。那你看形势慢慢汇过来，所以北边解决，南边解决，不就是海边了吗？那海边又就这中美问题，所以中美正在谈。那到底会谈出什么？这我们很难确定。但是有一个点，我是觉得，不管是两岸的华人朋友、全球华人朋友都非常关注的，就是说接下来压力会逐步的转嫁到民进党政府身上，会对赖清德形成一个巨大的压力。而这个压力其实早就体现，只是会不断的重压、重压再重压。